我不是被医闹的家属打死了吗？4月5号。我重生了。冉冉，冉冉，小晴晴今天不舒服，晚上的班你替她值吧。这是502房间5号床病人，8点钟要输的葡萄糖液。输液，前世杨梅输错液，导致患者死亡，而我却成了替罪羊。李冉，你知不知道患者对青霉素过敏？我明明输的是葡萄糖。还想狡辩？药瓶上明明有你的指纹。死者死亡时间为晚上8点钟，在那个时间段，只有你在输液。法官大人，这是异常严重的医疗事故，我可以作证。人证物证俱在，判处李冉无期。我打我！臭婊子，给我儿子偿命！臭婊子，还我儿子命来！还我儿子命来！这一世，我绝不重蹈覆辙。丽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吓到小青了？不小心手滑了。你赶紧去值班吧，我带小青回家了。慢着，谁说我同意了？我一会儿还有场急诊手术。再说了，不舒服可以吃药，这里是医院。姐姐，输液又不是多大的事情，你就帮帮我吧。李冉，你太自私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自私。我就知道什么都指望不上他。哥，不怕，哥哥会保护你。根据尸检报告，人是8点死的，为何陈清现在就着急换班？果然，人已经死了。我明明输的是葡萄糖，还想狡辩？药瓶上明明有你的指纹。死者死亡时间为晚上8点钟，在那个时间段，只有你在输液。我的好哥哥，我的好竹马，你们为了陈清，竟联手将我陷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。你好，律师事务所，我有个委托交给你，钱不是问题。我可怜的儿子，别，你干嘛呀？是谁呀？是谁害死我的孙子？今晚值班的会是谁？02值班的是陈清，不是我。害人精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儿子没有青霉素过敏，过敏！你给我真的不行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你给我偿命！害死你们孩子的人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他，是李冉。8点钟的时候，我身体觉得不舒服，是李冉，他主动代替我说要给502的病人输液的。果然和前世一样。陈清，你以为大家都瞎了吗？医院可是有监控。
这个监控早就已经坏掉了，就是你想诬陷我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监控是坏的？医院并没有下达通知，为什么你会知道？对呀，寻常人怎么会关心监控呢？凶手肯定就是你！不是，我妹妹是无辜的，我妹妹是无辜的。李总，李冉和陈青都是你妹妹，到底哪个是无辜的？当然是我的好妹妹，陈青，没事吧？还真是不意外呀。哥，输作业的真的不是我，是李冉陷害我的。冉冉，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你，做了错事要勇于承认错误。爸爸妈妈也教过你，做人要诚实。闭嘴！谁允许你和我顶嘴的？我替李冉向大家道歉，希望大家看在他年纪小的份上，不要过分为难他。我会亲手把他送入监狱的。我的亲生哥哥，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定罪，送什么监狱啊？要么赔钱，要么偿命。你就不好奇你自己的儿子死亡的真相？什么？说什么？快说，快说！哎！小贱人，你干什么？走开！各位请看，一个刚死不久的人，为什么如此僵硬冰冷？这话什么意思？根据尸体状态时间推断，王明死亡时间起码超过5个小时。在这期间，我一直都在手术室。我奉劝各位，如果想要查清真相，不如进行尸检，确定尸体的死亡时间。好，我们同意尸检。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这样吧，不如就由我们的天才法医李轩来鉴定。我听说过他，法医泰斗里周日的关门弟子，法医界的新星。他要是能来鉴定，的确让人放心。无论是谁，都要找出凶手，告慰我孙子的在天之灵。既然要尸检，为何不请法医界泰斗，反而要请他的弟子？李冉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还能请得动法医泰斗？哼，李轩已经到了，我相信他一定会还我们清白。李法医来了。尸体在哪？就在床上。李轩，你曾经发誓要守护我，你会给我一个清白的，对吗？我只相信真相。那我就等你的真相，毕竟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。李轩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，否则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冉冉，检测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，劝你趁早认罪。没错，姐姐，医疗事故最多也就判个3年，等你出狱了，你还是我的好姐姐，是哥哥的好妹妹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啊！你说的没错，姐姐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所以你为什么还不认罪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凭什么要认罪？李冉，妹妹好心劝你，你居然想让她替你背锅。等检测结果出来之后，我亲自押你去警局。是啊，我也很期待结果。你李法医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具体情况还是你们自己看吧。速快，学学快！害人精，贱人！啊！
所以这就是你的真相。根据尸检结果显示，死者死亡时间为晚上8点多，死因是青霉素过敏性休克。李冉，你就是害死王明的人。李轩，你的承诺真贱。按照律法，我将会在法庭上作为证人，亲手指认你的过错。但是，如果你可以提前认罪的话，哼，原来我永远都是被抛弃的那一个。既然这样，那这哥哥和竹马我不要。通知下去，委托启动。什么委托啊？故弄玄虚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脱罪吧？我为什么要脱罪？犯罪的人是你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李冉，你犯罪的事情已成定局。走，跟我去警局。李北，最后劝你一句，把我你会后悔的。我把你送进监狱，我才是真的后悔。给我走！李大法医做伪证的感觉怎么样？什么伪证？我这是真相。那好，我会有气。给我走！走！出来！李冉在哪儿？让他给我出来！就是他！就是他！我让他偿命！上一世偿命！我就死在这里，这一世绝不会错。李冉，你可以去死。天哪，他们早就有了预谋。不是他！看死我儿子当天，我让你血债血偿！给我打他！好戏！住手！你们打错人了！开着。害死王明的不是李冉。害死王明的不是李冉，你们打错人了。我是李小姐委托的专业律师，我这儿有案情的最新进展。有屁快放！受李小姐委托，我找了业内权威人士，对尸体进行了2次尸检，真相就在这里。尸检报告显示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下午3点。这就是我的复仇。不可能，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李法医，我可以合理的怀疑你涉嫌篡改尸检结果。你凭什么质疑我的专业能力啊？你拿着一份假的尸检报告就想瞒天过海是吗？你确定要质疑这份尸检报告的结果吗？谁知道你从哪儿请来一个法医啊？专不专业都？没错，李轩可是天才法医，经手过很多大案子，他的尸检结果肯定比你找来的2吊子法医更权威。李轩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份尸检报告上的名字是谁的？法医周瑞，没错，我申请鉴定的法医就是李轩的师傅，法医界的泰斗周瑞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李轩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感觉如何？委托金100万，请帮我请来法医界泰斗周瑞。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周泰斗的认证标志都在上面，不信你可以看呐。又不是不能伪造，
再说了，我师傅他年纪大，尸检报告出现问题也很正常。你确定要质疑自己的师傅？我质疑了又能如何？我早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江城的法医界，我才是最权威。周泰斗，您听见了吗？这就是您的好徒弟。李轩，你竟敢质疑我的权威！好，从今往后，整座江城都不会再有你的位置。打个电话就能吓到我？如果电话那头真的是周泰斗的话，那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没有接到离职通知呢？没错，李冉，李轩可是天才法医，明日之星。你从小就这样，喜欢说大话。哎，领导，李轩，你居然敢得罪周泰斗，篡改尸检结果，从现在起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不，领导，您听我说，我真被开除了？怎么会这样？自作孽，不可能！李冉，你不认罪，害得我被开除？怎么就允许你高贵的李大法医篡改尸检结果，就不允许我适当反击？你这个贱人！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了你？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不珍惜。够了，依然，现在的你让我很陌生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看来你们还是没认清楚形势。各位，害死你们儿子的人已经找到了。好，你给我拿住他！干什么？你个小贱人，居然敢杀我们！你还我大孙子！干什么？这里是法院！你还我大孙子！眼前的一切都是我自食的恶果。别动！散开！走开！大家都冷静点，有话好好说。好好说，我现在就跟你好好说。还有他妈，打气断气，让他赔钱。赔钱！奶粉钱、教育费、养老费、保险费，凑个整儿，给你们算1000万。1000万，我们上哪去给你们弄1000万去？那是你们的事儿。哼，反正你不还钱，我就跟你没完。你们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啊！我输液之前肯定会再三检查的。慢着，你说你输液前肯定会再三检查，不然呢？要是输错液的话，可是要担责的。你明知道要检查好药瓶，却还是给王明输了青霉素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蓄意谋杀？你说什么？蓄意谋杀？你别乱说话，血口喷人！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谁紧张了？分明就是你乱说话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因为北哥哥跟轩哥哥只对我好，所以你就想方设法的想要陷害我。李冉，你说话注意点，谋杀和医疗事故的量刑可是不一样的。这2个人反应不对，难道这里面真的有眼线？张律师，我有件事情要继续麻烦你。你说。明白，现在起来。人证物证俱在，陈清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哥，不怕，我相信阿青他绝对不是杀人凶手。阿青他一直乖巧懂事，倒是你处处惹是生非，让阿青给你擦屁股。你所谓的乖巧懂事，就是害人性命，还装无辜吗？李冉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阿青呢？那你们为什么不能放过我呢？为什么我篡改尸检报告，为什么要污蔑我上法庭？尸检报告有问题，那也是我技术不到家，但青霉素绝不可能是阿青输的，你别想推到他头上。
技术不到家就随意给人定罪，李大法医，你可真高尚。师姐，确实有误差，不过药瓶上残留的指纹只有你一个人的。对，还有指纹。哥，去检验指纹。尸检可能会有误差，但指纹绝不会出错。北哥，这是李冉的指纹样本，我们可以跟药瓶上的指纹进行比对，确认他是否为真正的凶手。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，你们还要继续查吗？查，必须要查！救主真凶，给我儿子报仇！好，那我们就对比指纹。把李冉的指纹检测报告给我送来。你们要的检测结果出来了。李北，你确定这里面的检测报告是真的吗？我拿我的信誉担保。那好，我倒要看看你的信誉值不值钱。这上面的报告显示，药瓶上残留的指纹就是李冉。果然是凶手。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指纹，所以输错液害死人的就是他李冉。果然和前世一样的结果。李北，看来你也没救了。冉冉，你就听哥哥一句劝，承认错误吧。我就说好我没关系吧。你们要打的话，就打他好了。精彩，真精彩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演的这出戏真精彩。我很好奇，身为我的亲哥哥，盗取亲妹妹的指纹来偷梁换柱的感觉如何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算了，每次2选1的时候，被牺牲的那个人总是我。这样的哥哥不要也罢。你这样的妹妹我也不想要。那正好，你可以陪你的好妹妹陈青一起去蹲监狱。你胡说什么？这上面的指纹明明是你的。哥，你跟他掰扯什么？把他送进监狱。抓什么抓？既然证据摆在这儿，人老子赔钱偿命！我劝你冷静一点，不要被人当枪使。你个贱人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指纹确实是我的。既然你承认了，那我就……但那是我3天前的指纹。你还在狡辩？人的指纹根本就不会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。指纹虽然不会变，但谁说不会受伤呢？怎么会有的斑疤？这有道伤疤啊！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文件上的指纹也应该有道疤痕才对呀。没错，如果指纹是当时留下的，那它一定是残缺的，所以害人精是陈青。你们都看我干什么？谁知道那个伤口是不是他后划的？没错，你说的话根本就没有人相信。陈青，你别忘了，事发前1天，你曾故意将我的手指割伤。你说什么？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不要说这种莫须有的事情。李北，你还真是选择性失忆。那我替你回忆一下，当时全呼吸站的人都看见陈青是故意，只有你偏执的认为是我小题大做，还当众辱骂我。这些不过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李大法医，你别忘了，医院是有监控和用药记录的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误会好人了。我只是说证据罢了。我儿子是5点死的，被你们篡改成8点，而且药瓶上的指纹也是错的，也就是说，还我儿子命来！
陈青，自作自受的感觉怎么样？我就知道是你捣的鬼！我孙子刚住院的时候，就是你差点害死他。看你长得也不错啊，没有钱也行，给我生个儿子。我可以大发慈悲，认错小。哥，李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，你为什么非要闹成现在这个局面呢？现在好了，咱们这个家散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李冉，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跟你这种人做青梅竹马，真让我恶心。以后你不用回家了，每年爸妈的忌日你也不用拜了。以后李家就当没有你这个人。等我回家之后，我会把咱们的合照全都烧掉，我会彻底忘掉你。所以呢，你们到底想表达什么？只要你现在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我还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然后你再向周太董那边给我求个情。你们哪里来的自信，要求我？我的好哥哥，无好竹马，你们两个人一个做伪证，一个篡改尸检结果，陈清判刑，你们也别想。没想到吧？我早就让张律师收集好了证据。哎呀，李冉啊，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还有大好前程呢！我要是被判刑的话，那我这辈子可就完了呀！冥顽不灵，李冉，这下没有人能救你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我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不珍惜，是你们用你们的高傲凝视着我，认为我还是那个卑微又沉痛的李冉。你们的报应来了。是你的报应。你们这是？我们接到举报，你涉嫌医疗谋杀，请陪我们走一趟。医疗谋杀？举报称，陈清在错输青霉素的情况下，是你拒绝将其送往急救中心，导致患者王明的死亡，存在谋杀嫌疑。李冉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？当时我就知道王明他快要死了，但是姐姐她就是不让我叫人，最后居然还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我。我是输错了业，我愿意承担这一切的赔偿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放过真正的凶手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是你一直不认错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飞哥，还是你有手段啊！李冉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报，是你活该。我很好奇，你们做这一切值得吗？如果事情败露，搭上的不仅是你们的前程，还有你们的人生。这些事情不需要操心。李北，你已经走上错路，如果继续错下去，只会万劫不复。我没有错，身为哥哥就是需要保护妹妹。保护妹妹？难道我不是你妹妹吗？你这里流淌着跟我一样的血。你和阿青不一样，他还小，需要被照顾，需要被保护。一句被保护，就可以牺牲我的人生；一句被照顾，就可以让哥哥和竹马联手一起将我送进监狱。我与你从小一起生活，共同长大，你对我有过一句关心，而他呢，
一个半路出现的人，你对他可以付诸一切。李北，你的爱真廉价。李小姐，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吧。那你们会给我一个公正吗？上面针对这起案件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，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那他们呢？他们虽然是举报方，但是也要随时配合我们的行动。好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对你的初步调查已经结束。那什么时候可以出结果？还需要一段时间，在这期间不许离开本市，随时等候传话。在这上面签个字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感谢配合。李小姐，等一下，外面有记者等你，你可以走后门。我有罪吗？从目前的证据来看，并不能证明你有罪。那我暂时就是无罪的。既然无罪，我为什么走后门？人出来了。各位，这位就是李冉，我的杨姐，这起事故的直接人，也是她非要逼我承担这一切，来为自己脱罪的。各位，都怪我，从小太溺爱他，才导致他没有阿青一半得失，从而惹下事。姐姐，这些都是本地的大记者，当着他们的面，你就不要再狡辩了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只要你能承认自己犯下的错，也许事情还有转机。这就是你们的手段？无聊。请问林小姐，你为什么要陷害自己的养妹？难道就因为她不是亲生的吗？很多人说是你故意杀人，请问是真的吗？请问你为什么不给受害者赔礼道歉？道歉？我做错了什么要道歉？你见到王明过敏休克，却拒绝对其进行治疗。怎么？你亲眼看见了？我没有。那你是看到监控了？也没有。那你身为一名记者，凭什么做出我有罪的判断？大家都这么说啊，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，你就是一个见死不救、陷害自己的养妹、不讲义德的人。没错，一个人面兽心的东西。这钱好赚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陈青买你们黑我的钱好赚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劝你们说话注意点分寸。不是你们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说让你们拦住他吗？陈小姐，这钱我们不赚了。哎，喂，李冉，真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痒。事到如今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如果不能让李冉尽早定罪，咱们都要吃牢饭。哥，那怎么办啊？上次在法院门口让他逃过一劫，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再翻身了。哥，我就只有你了。别怕，哥拼尽全力也会保护你的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原以为一切已经尘埃落定，没想到是一场更大的风暴。必须要掌握足够多的证据，才可以洗清我的冤屈。如果他真的是蓄意杀害，那么动机是什么？
这是王明刚住院时的日期。想起来了。8月6号，陈清为王明输液前未做过过敏测试，导致病人青霉素过敏，短暂休克，经抢救暂时脱离生命危险。我想起来了，我说输液的，你能不能老实点？喝大人了还晕针，他这是过敏了。哎，什么过敏啊？哪有人青霉素过敏的？他这就是矫情，怕打针。你，这是我的病人，你别想抢我的业绩。你有没有看就诊记录？病人明明是青霉素过敏，给我看。过敏怎么了？你又不会死人。再说了，打青霉素好得快。明明，你说什么？要给我乖孙打青霉素？你这个害人精！走，跟我去见院长。我不去。走，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没错，是这个方向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陈清还因此被记了大过。找到了。怎么了，阿景？心情不好吧？不是，他们怎么好意思投诉我的？每次那个王明拉在裤子里，吐在身上，还有输液打针，不都是我在照顾他？这种人就是不要脸，给他们点教训就好了。你当时为什么要拦着我？就应该让他过敏一次，长长教训。我要是不拦着你，他就死了。过敏而已，又不会死人。再说了，那是医院，多大的病都救得回来。我看呀，你就是怕阿青抢走你的劳动模范。我已经是内定的劳动模范了，不需要抢。谁知道你那是怎么得来的？跟院长什么关系啊？你干什么？阿青他说了有什么错？人命关天的大事情，岂能轻易敷衍？你这么有医德，那你改天陪他一起死好了。你这么有医德，那你改天陪他一起死好了。还真是一语成谶，看来杀人动机已经有了。喂，张律师。李小姐，调查有了新的进展，文件资料已经发到你邮箱了，还有一份资料让你亲自来取。辛苦你了，报酬按原定计划分倍。原本用于治疗304病人的青霉素，却出现在了502王明的身上。陈清，就算你这次再狡辩，你也改不了你输错液的事实。法律讲的是证据，而不是无理取闹。你们这是干嘛？李然，你以后不用来医院了。所以，我这是被开除了。我也没有办法，现在外面铺天盖地的都是你的报道，说你见死不救，有愧于德，你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形象与声誉。要不要再等等？也许事情还有转机。不用了，李然，这些年医院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们架在火上烤呢？那好，把我压着没发的年终奖给我吧。那笔钱我已经赔给王明家属了。为什么用我的钱赔偿？现在外面都说是你的过错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好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李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会在真相调查出来后，对你追究劳动责任。张律师，文件在哪里？在这里。
这是损坏的视频画面。辛苦你了，张律师。这是我们约定好的报酬。李小姐，我这钱你拿回去吧。张律师，3年前我儿子生病住院，由于当时没能及时缴纳住院费，你妹妹陈青也把他赶出去。多亏有你帮忙支付了住院费，我很感谢你。谢谢你。你犯案那天，我一定在。围住他！臭婊子，我可算找着你了！你们儿子的死和我没有关系。要不是因为你见死不救，我儿子怎么会死？他们说了，我儿子死了，找你赔钱，你全权负责。谁跟你们说的？是我们说的。哎，你不是要儿子吗？你找他呀，他屁股大，能生，能给你生好几个。陈青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自己就忍不住跳出来了。阿青已经替你背上了骂名，这1000万赔偿款难道不是应该你来赔偿吗？这份文件上清楚的记载着陈庆故意挪用青霉素给你们家孩子输液。贱人，这文件怎么给我见证？一份破文件而已，随随便便就能伪造，你还真信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颠倒黑白。是又怎样？同为护士，你还是他姐姐。阿青犯了错，你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？我还想问你们呢，同为人，你们就没有责任吗？你们那么爱陈青，怎么不替他去死啊？牙尖嘴利，你们要的仇人找到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黎家没有这个妹妹。你们想打死就打死，想带回去生儿子就带回去生儿子。李小姐，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谁犯的错，谁就得负责。铁王老子都不讲。细皮嫩肉的，打坏了也怪可惜的。要么你就赔钱，要么就给我们生个儿子。钱我没有，那你想给我们生儿子了？儿子我也生不了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我有陈青故意杀人的证据。放屁的证据！你们别听他瞎说，赶紧给我上啊！这段录的监控已经被毁掉了，机会难得呀！当时明明第一次住院过敏，差点死了，就是这个姓黎的救的。儿子，要不咱们再信他一次？你真有陈青杀死明明的证据，这次没骗我们吧？你要是再敢骗我们，那1000万就挡不住了。放心，这次绝对没有意外。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案发当天的真实录像。那是假的，拿来给我。怎么，你们不想知道真相吗？拦住他！你们别听他瞎说啊，那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播放吧，还我们一个真相，我们保证不会找你麻烦。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只是想要教训一下王明。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只是想要教训一下王明，故意说错青霉素，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，没想到就那么一点伎俩就会让他死掉。我不想被判刑，哥，我真的不想被判刑，你救救我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事到如今，就只有一个办法了。我听你的，我都听你的，哥。等下你就装作身体不舒服，然后去找李冉换班，我会让他同意和你换班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推到他头上。可是如果警察查起来该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可以伪造他的指纹，而李轩是法医，到时候可以帮你篡改尸检结果。他会帮我吗？我当然会帮你了。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就马上赶过来了。别害怕，我的好姐妹。各位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果然是你们3个畜生搞的鬼，还要把猫耍得团团转！绝对不能见着了他们！站住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里可是有监控的。哦，
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里的监控被你弄坏了。我那个是骗人的，其实这里……对，我们根本就没看这里的监控啊！各位大哥，有事好说，好商量。商量个屁！根据证据显示，陈青由于被扣掉工资，导致其怀恨在心，故意输错青霉素给王明，致其死亡。事后毫无悔改之心，反而连同李北、李轩共同掩盖案件真相，故意栽赃陷害给同为护士的李小姐。幸好李小姐机智勇敢，才将此次危机化险为夷。要不没有李小姐，不被咱们骗了。这到底能判多少年呀？判多少年？这可是故意杀人罪，死刑没跑了。旁边的2个从犯，最低也是一个无期徒刑。真该！陈青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；李北、李轩为从犯，判处无期徒刑。开！后悔吗？一个有着大好前途的警察，成了过街老鼠；一个人人追捧的天才法医，从此不见光明。然是哥哥一直对不起你，一时间被猪油蒙了心。如果能重来一次的话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原谅你们是老天爷的事情，而我只是做，让你们付出代价。